Hello， 大家好，说来就来，我是芊芊，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们经常听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以佛法的角度来说呢，业力也分别有不同的属性，有善业，也有恶业。这些呢，都取决在我们在生的时候的作为来决定的。实际上，我们的所作所为无形中会决定我们的命运如何。如果一个人呢，他经常做好事，那么会经常有好的因缘发生在他的身上，反之呢，就会有不好的因果降临。在宗教的角度来看，大部分都把这个业力因果的现象描述为是来自上天的惩罚，是报应，人们呢会为自己的行为呢付出惨痛的代价。如果以上所描述的都是事实的话，那么这就和宇宙和高我所说的这世间没有对错的观点有一个对立的冲突。如果世间没有对错的话呢，那么打抢不是错事，担小三没有错，杀人犯强奸犯都不是坏人。这些例子光听就觉得很不舒服，太丧心病狂，大逆不道了。万一这个现象被社会默认，那么我们的世界不再叫地球，叫地狱。为什么宇宙会出现这番的言论呢？难道做这些事情的人呢不会受到惩罚吗？在与神对话的这本书中呢，他就有提到，如果神不允许人类去做这些事情的话，那么他大可直接把人类创造成纯善的品种，而不是在人类去做出这些行为的时候去批判或惩罚他们。这对神来说呢，是一件非常麻烦又很累的事情。这番言论呢，就好像在间接的暗示着人的所作所为呢，都是由神的默许的。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神会允许人类去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呢？这本书是这么说的：因为灵魂的本性是爱和善。不过当我们的世界只有爱的单一面向，我们就无法感受到自己就是爱。就好像如果世界的人类都是帅哥美女，我们就不会觉得自己很特别，没有所谓的美或丑、高或矮的概念。面孔和身材呢，对我们来说只是一种辨识度而已。灵魂一直处在单一的世界的时候，就无法感受到自己真实的面相，因此灵魂渴望去认识、体验自己是谁。而只有去体验自己不是什么，才能去体验到自己是什么。没经历过痛苦，你就不知晓快乐的珍贵。没经历过一无所有，你就无法体会到知足常乐的感觉。所以去体验对立的面向，灵魂才能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如此听起来，世间每个人所扮演的角色，都只是去认识自己是谁的过程，通过坏的面向来去认识自己善的一面，或者扮演某些特定的角色来启发其他的灵魂。但是往往这些体验太过于真实，以至于人类逐渐忘记了自己的灵魂被自己的脑袋操控。我们人总是用脑袋来去做生命的每一件事情，所以很多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候，还是无法体会到自己所是。明明没犯过什么严重的错误，这一生按部就班过得安安稳稳，但是总觉得有些遗憾。在某个角落，似乎有些被遗忘的一部分渴望被发现。这个世界，许多人活出了社会想要的样貌，却没有活出自己灵魂真实的样子。忙着追着眼前的面包，却忘记了自己选择成为宇宙生命一部分的意义。因此，许多人把人世间的恩恩怨怨、七情六欲、贪嗔痴怪带进了坟墓，业力也就如此产生了。无法从恩怨中放下，对成就带有执念，对亲人有许多的牵挂。灵魂此时此刻无法接纳自己即将面临死亡，因为死亡对他们来说代表失去一切。本该是一场让灵魂去认识自己是谁的体验，却因此灵魂忘记了自己的本质。如果灵魂无法从生命所展现的每一幕去认识到自己，而是做出违背灵魂本质的举动，这会造成灵魂的能量堵塞，从而形成业力因果循环，都留在灵魂的每一次轮回，直到灵魂能够去清理或放下为止。因为我们的所思所为都带有肉眼看不见的能量和频率。为什么有些的孩子呢，他的性格会比较忧郁敏感，而为什么有些的孩子呢，他的性格会比较乐观开朗？
除了来自家庭、教育、环境的影响之外，还有一部分呢是来自他们前世的能量影响。如果这些孩子的独特特质呢无法在现世得到正当的疗愈，孩子没有主动去改变自己，或者很有可能会不被身边的人去谅解或接纳，那么这些能量呢会持续带到他们的下一世，甚至又多了来自这一世的能量，负面的累积会造成灵魂的状态更恶化，业力会越来越多。这些不好的能量会影响他每一世的命运，这其实和显化的法则的原理是一样的。你是什么，你的外在就会显化出什么。我们身上所散发的频率会形成能量，去吸引和我们同频的人事物来到我们的生活中。当灵魂的能量是沉重粘稠的，那么它就无法显化出自己理想的状态，因为它的能量跟不上它想要的结果的频率。如果仅靠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这个概念来定律一个人的命运，那么世界80%的人应该都过得不错才对。为什么有些善良的人呢，他们的人生还是过得很苦？为什么非洲那些善良的生命还是面临挨饿饥荒的问题？为什么很多人一生很少做过坏事，但是就是过得不好呢？如果把业力描述成是来自神的惩罚，那么那些有罪的、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的人们才过得不好才对。这些种种的例子让我们发现到业力并非如宗教所描述的那样，仅靠对错的罪名来决定业力的定律，显得过于肤浅。当一位杀人犯去杀掉当事人的时候，我们会认为呢，这个杀人犯呢必须遭到惩罚。实际上，那位受害者也会因此产生不好的业力。当那位受害者无法从这段经历放下而产生恨的时候，这段恩恩怨怨呢会跟着当事人去轮回，影响着他的品性和命运。或者有些人没做过什么坏事，但是却经常埋怨自己的生活，那个业力也会随之而来。一旦灵魂无法从每个经历中去认识真实的自己，业力就会产生，直到他们觉悟为止。业力比起说它是惩罚，它更像是灵魂的课题。如何从每段经历中呢去看见真实的自己？如果我们学不会去爱，那么我们绝对不可能能够去放下恨。这也是为什么在宇宙法则里，世间是没有对错之分。如果人只看事情的表面，而忽略了事情背后更深层的意义，业力就会产生。好像我们看见很多的新闻呢，在报道一些案例的时候，很多的人呢会带着愤怒去谩骂或批判。或许他们会认为呢这是一个正义的表现，但实际上他们是把更多的业力往自己的身上揽。每一个人的所思所言都在体现着他的灵魂的意识状态。这些我们所谓的罪人呢，确实他已经忘记了自己所事而走向了偏路，他所累积的业力呢一个都逃不掉。神确实是允许灵魂去体验生命，但是灵魂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业力是宇宙不可少的法则，所有属于宇宙生命的一部分的存有，比如人类、动物、外星人，甚至是神仙，所有一切的万事万物，自身一定有这样的业力设定，谁都无法避免。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所带来的因果，旁人完全不需要去做出报复或者是审判的行为。这么做的话呢，我们只是把自己的灵魂的修为也搭了上去。因为每个生命的经历都不同，为什么有些人的性格会比较善良，为什么有些人的心态会比较歹毒，都是每个世间的经历所形成的角色。我们不懂别人经历过什么就往家去批判的话，只会增加自己的口业。如果我们要从这些业力解脱，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放下和宽恕，不要再和这些业力纠缠。恨或执念只会让灵魂陷入更黑暗的循环。很多人都无法理解为什么恨会招来更多的业力，因为明明都是对方的问题对方的错，对吧？我们来重新理解一下前面刚才所说的，灵魂渴望从经历中体验自己是谁，因此这些经历对灵魂来说是一种虚幻的体验，而不是他们真正的本质。如果灵魂因为世俗的经历而无法放下，这就显示出灵魂已经对这个虚幻的世界已经陷入得太深，以至于他们觉得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如同我们追剧一样，戏里的演员有些是演坏人的角色，但是他真的是坏人吗？人会把事情当成真一样，觉得这些人需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吗？当然不会，因为我们不觉得它是真实的事情。当灵魂忘记这一切只是虚幻的时候，这就代表他们忘记了自己是谁。因此，灵魂需要为自己体验的后果负责，必须从他们迷失的地方找出真相。因此，业力也就如此产生了。一旦灵魂对世间有了牵挂，舍不得放开，业力就会来。这也是为什么神不会因为人有罪而去抛弃或惩罚他。你有看过耶稣啊或释迦牟尼啊会去骂人或惩罚人的吗？无论人犯过什么样的错误呢，他们对世人的态度呢都是慈悲的心态，因为这一切都只是一场体验。所以每个人此生必须从他生命所发生的每一幕去体会和领悟，由生命带领我们去面对我们该释放的事情。那我们要怎么去认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呢，都是由前世的业力所累积的呢？取决在于你面对这些课题时的反应。你的反应越大，就代表你的内在和眼前的情景有某种联系。如果你对眼前所发生的事情没有感觉，那它不是你的业力。业力呢，是会按照灵魂的能量形态来形成的。灵魂的执念越深呢，它的业力就会越重，命运也就会被影响。要释放掉业力的方式呢，就是坦诚的面对以及忏悔，不要去抗拒你生命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比如好像很多的人在面对那些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的时候，他们无法做到宽恕，觉得此生呢永远无法原谅对方，因为他们无法接受这些事情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或者有些人嫉妒心很重，经常见不得人比他好，别人没有对他做出什么冒犯的举动，他还是会觉得别人在冒犯他。这是因为他们的内在有很多的课题没有解决而产生的反应。如果人无法释放掉自己所有负面的情感，这就代表我们的命运有业力在干扰，因为我们的本质是爱，不是恨。如果我们无法从这些经历中觉悟，那么我们会继续面对同样的问题，直到我们成功找到答案为止。而忏悔也是清理业力的一种方式，知心悔改，诚心面对自己过往的错误，接受自己所做过的一切。任何能够让你回归灵魂原本爱的面向的方式，都能让业力清理掉，因为你已经不需要通过这些课题来认识自己，你已经知道自己是谁。总结来说呢，要化解掉这些业力啊，就是我们能够好好去面对生命的每一个当下，带着开放的心态去面对生命的每一件经历，而不是去认为呢事情的发生呢都是命运安排来玩弄我们的戏码，而是把握生命所发生的一切，来让我们去释放业力的好机会，允许一切事情的发生，命运就会由我们掌控。喜欢的话就订阅、分享、点赞，非常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见，拜拜。